大家好，欢迎来到艾森的频道。今天我想请大家把时钟拨回到2022年的2月份，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甚至可以说比较魔幻的历史节点。现在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的话，会发现那个时候的世界仿佛分裂成了两个平行的宇宙。在其中一个宇宙里面，北京还在举办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鸟巢上空烟花璀璨，谷爱凌在雪道上凌空飞跃，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一墩难求。但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在仅仅几千公里之外的乌克兰边境，10几万俄罗斯大军在冰天雪地里面集结，坦克的引擎在轰鸣，卫星照片上密密麻麻的军营，让西方情报机构的这个警告红灯在疯狂的闪烁。就在冬奥会开幕的几个小时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专机落地北京，这个是疫情爆发2年多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线下的一个主场外交活动。随后，这样一份震撼世界的中俄联合声明发布了，也就是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中俄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上限，没有禁区。仅仅20天之后，当俄军的导弹真的砸向基辅，画风突变，从那天起，中国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境地。一方面，作为俄罗斯最亲密的战略伙伴，普京期待北京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作为几十年来一直高喊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大国，中国又没有办法解释俄军进入乌克兰领土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了过去3年里面，中国的外交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双重人格。在联合国，中国的外交官反复强调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贸易数据上，中俄两国的生意却做得热火朝天，屡创新高。西方媒体指责中国这个是精神分裂，是虚伪，但是如果你透过现象来看本质，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混乱，而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走钢丝表演。今天这期视频，艾森会抛开所有那些非黑即白的非常简单的标签，我们会从空间、利益、时间3个维度去拆解这样一场世纪冲突的背后，中国那些看似矛盾，实则步步惊心的利益的盘算。我们要回答几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在俄乌战争当中，中国到底想要什么？它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它是在暗中帮助俄罗斯赢得战争吗？还是在利用这场战争为他自己谋利？如果战争明天突然结束，对中国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噩梦的开始？在外界看来，中国仿佛是置身俄乌战争事外，但却又无处不在。但对于北京的决策者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悖论。回到2022年那个春天，特别是战争爆发的那几个关键时刻，当第一声炮响传来，北京的外交团队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左手这张牌叫做中俄战略协作，这个关乎到中国的北方安全，关乎这1万多公里的边境线是否需要重兵把守。而右边这张牌叫做国际法的准则，这个关乎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立身之本，关乎到台湾问题的法理逻辑。但更要命的是，北京在那个关键时刻还遭遇了一个巨大的尴尬和情报的误判。根据西方主流情报机构事后的解密跟普遍的推测，以及路透社、纽约时报等等多方主流媒体信源的交叉验证，中方高层在2022年2月初曾经非常明确向俄方高层表达过关切，要求俄罗斯不要在北京冬奥会结束以前对乌克兰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普京为了换取中国在外交的支持，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承诺：我会等你的烟花放完。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冬奥会闭幕式是在2月20号，普京是什么时候动手的？2月21号，普京宣布承认乌东独立；2月24号，俄军全线入侵。普京的确信守承诺，他没有食言，但这中间的时间差精准到了小时这个级别。这仅仅只是巧合吗？我想在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如此精准的这个时间重合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外界普遍推断
北京在战略层面上确实获悉了普京有意动手的这个情报。普京他答应了时间，但是他对于军事规模说了实话吗？英国金融时报后来援引了解那是会晤的中国官员的话说，普京没有对我们说实话。普京当时使用的词汇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官方话语体系当中的所谓技术军事措施，他可能描述了一幅这样的图景，这是一次类似于2014年收复克里米亚那样一个快速干净局部的特别军事行动，甚至有点类似于特种作战的性质。如果只是一场非常小规模的可控的局部冲突，西方虽然会抗议，但不会实施毁灭性的制裁，也不会导致大规模人道主义的灾难。所以当这个战争真正爆发以后，最能够证明中方当时误判的铁证出现了。2022年2月24号当天，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出一条建议中国公民在车身的显眼处贴上中国的国旗。请大家细品这条建议，它背后隐含了3个致命的错误假设。第一个是假设俄军会速胜，会非常迅速地控制当地的局面。第二个是假设俄军的纪律严明，看到中国国旗会识别为友军加以保护。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就是假设事情不会失控，乌克兰民众来不及反抗，也就自然不会敌视被视为俄罗斯准盟友的中国人。但结果呢，现实狠狠地打了脸，战事并没有速战速决，而是演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而更糟糕的是什么？是由于中方在外交上的一个模糊立场，以及部分国内网民的不当的言论被翻译之后广泛传播，乌克兰民间出现了反华情绪。所以在这个时候挂出国旗非但不能够保命，反而成了一个活靶子。所以仅仅48小时之后，也就是2月26号，大使馆紧急发布相反的通知，不要随意亮明身份，不要展示具有识别性的标志。从挂国旗到藏身份，这180度的大转弯非常生动地记录了北京方面从盲目自信到惊慌失措的一个全过程。当时那几天的乌克兰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真的是一场噩梦。在哈尔科夫这些战况最激烈的城市，中国留学生他们躲在地下室，听着头顶的炮火，断水断粮。大约6000多名中国公民他们被困在战区，使馆初期的撤侨计划完全瘫痪，因为桥梁被炸断，根本调不到大巴车。这个撤侨的混乱状况让任何的阴谋论都没办法解释。北京方面如果真的像西方某些人说的那样，早就知道而且参与了俄罗斯的计划，怎么可能会让6000多名本国公民扔在战火里面不管？这个是在政治上巨大的风险。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北京方面被普京忽悠了，或许普京本人他也被自己的部下蒙蔽了，他们真的误以为这只是一场2-3天就会非常快结束的特别军事行动。不管怎么样都好，混乱过后还是要面对现实。所以对于这道无解的题，中国最终选择了一条极其狭窄的道路，就是有原则的模糊。那这个体现在话语的维度上，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官方的措辞非常考究？在面对西方媒体的时候，重点谈的是和平、主权、人道主义；在面对俄罗斯的时候，重点谈的是合作、友谊、反对霸权。这样一种操作被外界称之为两面派，既不想背弃朋友，又不想得罪客户。在空间的维度上，中国把自己定位成全球南方的领袖，北京并没有像西方希望的那样去谴责谁，而是推出了自己的和平倡议。那这样一份倡议也非常有意思，它看起来很公用，但是如果你细读的话，会发现它既呼吁停火，又反对单边制裁，还强调要重视各方的合理的安全关切。这个其实是在非常隐晦的替俄罗斯说话，指责北约没有信守承诺，而是东扩。这个看起来像是自相矛盾，是既要又要，但实际上这个正是中国的三维博弈的精髓，不完全站队就不完全得罪，不深度介入也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在这个阶段，中国它试图在狂风暴雨当中
确保自己不翻船，甚至还能够顺手捞几条鱼。我们在谈论中国的委屈之前，必须要先看一个完美的参照系——印度。你如果看懂了印度在俄乌战争期间的这个左右逢源，以及2025年的翻车，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中国为什么煞费苦心，为什么如此小心翼翼。在这场战争当中，其实有2个亚洲大国都宣称自己是中立的，也都拒绝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个是中国，另外一个就是印度。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2个国家受到的待遇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来先看看印度，上期视频其实我们也提起过，大家可能在新闻里面看到过莫迪跟普京他们热情的拥抱，然后印度大举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但你知道这个规模有多夸张吗？在战前，印度几乎不怎么买俄罗斯的石油，它的占比只有 2%， 每一年只有区400万吨。但是到了战争开始以后，这个数字像坐了火箭一样，2023年飙升到 40% 以上，总量达到8700多万吨。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20多倍的暴增。更绝的是什么？印度它不仅仅是买来自己用，它还做起了2道贩子。由于欧洲制裁俄罗斯，它不能够直接买俄罗斯的原油，印度就大量进口廉价的俄罗斯原油，在贾姆纳加尔的这个炼油厂加工成柴油跟航空煤油，然后堂而皇之的高价卖给欧洲。数据显示，印度对欧洲的柴油出口比战前提升了 30%， 航空煤油的出口更是翻了1倍。欧洲人开的车，他们烧的好像是从印度买来的油，但其实油箱里流淌的都是西伯利亚的油。对于印度这种明目张胆的发战争财的行为，西方是一个什么态度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曾经公开说，美国乐见印度以折扣价格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只要不违反价格的上限，印度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甚至连白宫的官员都暗示，这种做法有助于稳定全球的油价。印度外长苏杰生甚至在那个时期留下了一句非常傲慢的名言，他对西方记者说，你们欧洲一个下午买的俄罗斯的油气比我们1个月买的都多。所以你看，印度这一波操作，它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被西方默许。但是好日子在2025年8月戛然而止，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后，看着印度这样一份2头吃的账单，直接就怒了。他发了一条动态，没有用外交辞令，而是直接开骂。印度不仅在买俄罗斯的油，还在高价倒卖给我们，这个不仅是背叛，这个是把美国当傻子。2025年8月27号，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对于印度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惩罚性关税，总关税的税率飙升到了 50%。 50%这个数字比对中国的关税上限还要狠。这一棒子打下去，效果是立竿见影。2025年9月，也就是关税生效之后的第1个月，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量同比暴跌 66%， 俄罗斯在印度市场的份额从巅峰时期的 40% 以上，直接腰斩到不足 20%。 为什么？因为像信实工业这样的印度巨头，他们的主要利润来源是把成品油卖给美国。为了保住美国这个大客户，他们必须要立刻马上跟俄罗斯做切割，而缺的油从哪儿补呢？这个就是最讽刺的地方，要从美国来买。数据显示，2025年4月到9月，印度对美国原油的采购量激增了 67%， 花了57亿美金，印度国有的巴特拉石油公司甚至一口气签订了1000多万桶美国原油的长约。即便面临炼油设备调试的巨大成本跟技术的阵痛，在生存面前，印度的炼油巨头他们也不得不咬牙吞下这个苦果。这个不仅仅只是在买油而已，这个是在交投名状。新德里用这样一种方式告诉华盛顿，老大，我错了，我改，我以后买你家的油。再反观中国，中国也增加了中俄的贸易。2024年，中俄的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400亿美金，看起来非常高，对不对？但是请注意，这个数字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3% 左右。为了这仅仅 3% 的芝麻，丢掉
欧美市场这颗价值1万亿美金的西瓜，这种蠢事北京是绝对不会干的。但即便如此的克制，如此的小心翼翼，中国依然天天被西方拿着放大镜找茬。美国财政部曾经多次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哪怕是民用的芯片、无人机的零件，都将会面临毁灭性的后果。耶伦更是放话不排除制裁中国的银行，这个是金融领域的核威胁。西方对于中国跟印度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双标呢？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美国的地缘政治棋盘上，双方角色的定位完全不同。印度是美国盟友的预备役，美国需要拉拢印度来制衡中国，所以印度赚点钱，美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而中国是系统的挑战者，是头号对手。在美国看来，印度买俄罗斯的油是在做生意，而中国买俄罗斯的油是在给普京输血，是在挑战美国制裁的权威，这个是完全性质不同的两码事。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公平的中立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中国面临的说实话就是有罪推定，哪怕你只是正常的贸易往来，在西方眼里你就是俄罗斯的帮凶。那么在如此严苛的监视底下，中国到底是如何在夹缝当中操作的呢？这个就涉及到了中国在用的策略，我把它总结成5个字，而这5个字也是本期视频的一个核心观点跟题眼。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生存法则是输血不地道。所谓输血就是维持俄罗斯的基本的生存，不让它挂掉。所谓不地道就是绝对不给它致命的武器，不让自己惹火烧身。在中文的互联网上曾经流传着一个非常火的段子，甚至被很多人误传是外交官耿爽的讲话，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原始的出处。这个段子是这么说的：要是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补给，俄乌战场的局面早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虽然这段话未必是官方的立场，但是这个段子之所以能够病毒式的传播，是因为它非常精准的道出了北京方面的一个战略级别的委屈，以及中国恐怖工业产能背后的潜台词。中国帮俄罗斯了吗？从贸易数据来看，那是肯定帮了。但中国越界了吗？连拥有最强情报网络的美国，哪怕是拿着显微镜找了3年，也没有找到能够在中国国家层面曾建制提供成品武器的实锤证据。那如果真的中国决定要地道，以中国的这个无人机产能跟炮弹产能，如果真的是敞开了来供应俄罗斯，战线确实不可能会僵持在现在这个样子。第聂伯河畔的这个炮火密度恐怕早就超出了乌军能够承受的极限。公平的说，俄乌战争的这个爆发跟失控，对于北京来说或许是一个巨大的行动意外，但在经历了初期的慌乱跟尴尬之后，北京方面迅速稳住了阵脚，决策层算了一笔账。虽然被普京摆了一道，非常的尴尬，非常的狼狈，但俄罗斯不能倒，这个是底线。所以我们看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发展轨迹，从2022年上半年的措手不及，到2022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个隐形输血。我们先看看输血这本账，这背后其实是一场超级大的生意。随着西方的品牌如潮水一般撤出俄罗斯，中国的制造瞬间填补了这个巨大的真空。给大家几个数据来感受一下这种替代效应的疯狂程度。第一个关键词是硝化棉，这是一种军民两用的化学品，是制造火药跟炸药的关键前提。战前的话，这个只是非常普通的贸易品，但是当西方切断了对于俄罗斯的供应之后，2022年中国对俄硝化棉的出口达到了700吨，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翻倍，达到了1300吨。正是这些来自于东方的原材料，让俄罗斯的炮兵工厂能够日夜不停的生产炮弹，在火力上压倒乌克兰。第二个关键词是滚珠轴承，这个是坦克、装甲车、重型卡车能够跑起来的心脏。从2021年的11月到2023年的11月，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轴承出口
暴增345%，吉尔吉斯斯坦成了非常关键的转运站，大量的物资通过中亚的铁路源源不断输送过去。这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剪刀差的现象，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这个轴承的总重量在下降，但是总的价值在飙升。这说明什么？说明出口的不再是那样一种非常笨重的低端的工业级的轴承，而是体积小、精度高、造价昂贵的军工级的轴承。而第三个关键词是卡车，战争是靠轮子跑出来的，俄军的军用卡车在战场上损耗巨大，而西方的这些沃尔沃这些企业已经全部撤出，谁来填补这个真空呢？中国重汽。2023年，中国对于俄罗斯重卡的出口创下历史的新高，激增64%。现在俄罗斯公路上跑的重型卡车几乎已经被中国品牌垄断。这些车虽然涂着民用的颜色，但是他们拥有加厚的底盘、高通过性的越野轮胎，在前线士兵手里，只要刷上一层迷彩，加上一挺机枪，它就是最好的军用运输车。但是请注意啊，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中国虽然卖的很多，价格可不便宜，在制裁的压力底下，俄罗斯别无选择，它只能够买中国货。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出口俄罗斯的这个产品价格都悄悄上涨了。根据芬兰银行跟莫斯科时报挖掘到的海关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4年，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这个军民两用商品的价格平均都上涨了 87%。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同期的时候，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同类商品价格只上涨了 9%， 也就是说，同样的芯片卖给越南是100块，卖给俄罗斯就是187块，这个就叫做有意的溢价。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在被西方制裁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正如一位西方的官员略带讽刺地说，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帮俄罗斯，但是看着中国企业狠狠敲莫斯科一笔竹杠，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安慰。还有一个地理上的象征，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桥，战争爆发4个月之后，黑河公路大桥全天候通车。现在的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街头，哪怕是最普通的杂货铺，都挂上了中文的招牌。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做中国人的生意，他们就根本活不下去。每天清晨，数千名的俄罗斯人，他们通过口岸涌入黑河，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来扫货的。他们买什么呢？买卫生纸，买婴儿的奶粉，买保健内衣，甚至买汽车的配件。因为西方的制裁让俄罗斯国内的轻工业产品的价格飞涨，而且缺货，而黑河的早市成了他们维持生活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再看看绥芬河，这里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倒卖皮夹克的边贸小镇了，变成了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跨境电商的枢纽。2024年，这里一共发出了1600多万个包裹，而这1600多万个包裹就是1600多万根毛细血管，它把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与中国的供应链死死的缝合在了一块。这不仅仅只是贸易的繁荣，这个是地缘政治版图的重绘。在经济维度上，俄罗斯远东地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国东北经济圈的某种程度的延伸。我们接着来看看不地刀。虽然外界传言纷纷说中国偷偷给俄罗斯送武器，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乌克兰情报部门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向俄罗斯提供了坦克、导弹或者是成品的无人机。为什么？因为这实际上本来也是北京自己划定的红线，一旦迈出这一步，碰触到了红线，中国搞不好就真的成了参战方，将会面临美国跟欧盟的全面脱钩的制裁。为了支援普京而搭上中国4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样一笔账你怎么样算都是亏本的。更重要的是什么？通过经济的输血，让战争维持在一个有控制的消耗的状态，才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不输血的话，俄罗斯崩掉，中国会失去屏障。如果真的递了刀，俄罗斯赢太快，或者中国自己被拖下水，这两个极端的情况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只有战争僵持不下，美国被拖在欧洲，俄罗斯被迫依赖中国，而且被缓慢的放血，只有这样一种状况，中国才能够
利用这个非常宝贵的窗口期，一边赚钱一边补课。这个就是输血不递刀的奥义跟核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明天真的俄乌停战，在战略层面对中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在北京的战略棋局里面，有一种深深的灯下黑的焦虑。只要俄乌战场还在继续，美国的航母、卫星、外交官甚至总统的精力都会被牢牢地吸附在欧洲的泥潭。但如果一旦这一纸和平协议签订，聚光灯会瞬间熄灭，然后猛地调转过来，毫无遮挡地打在东方，打在中国身上。我们来看看美国正在做什么，你就明白了。首先是军工产能的疯狂大跃进，为了支援乌克兰，美国启动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工扩产计划。以155毫米的这个炮弹为例，战前美国每个月只能够生产 1.4 万发，而现在呢，目标是2025年年底达到每个月10万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明天俄乌停战，那这些刚刚建好的开足马力的美国军工厂，他们不会停下来。那这些每个月10万发的炮弹，那些堆积如山的标枪反坦克导弹，海马斯的火箭炮会运到哪里去呢？答案几乎是明牌，印太地区。美国目前对台军售积压了大约200多亿美刀的订单没有交付，原因就是产能都在供给乌克兰。一旦欧洲战事平息，美国会有充足的产能来清库存。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2025年10月，赖清德抛出了一个台湾穹顶的防御计划，预算高达400亿美金。这个其实是以色列铁穹系统的一个超级放大版，他要把所有的东西连起来，建立一个即查即打的超级网络，利用 AI 技术把全岛的雷达跟导弹发射架全部联网。一位美国的前官员把这个称之为豪猪战略的加速版，用在乌克兰战场上验证过行之有效的武器，把台湾武装到牙齿，让解放军无从下口。这个也给北京传递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美国正在把台湾变成是一个可以被牺牲的豪猪，它的刺也就是这些导弹越来越多，但是它的肉也就是它的核心产业正在被悄悄挖空。这个也就构成了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最残酷的现实版本。除了军事上的压力，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噩梦，也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聊过的反向尼克松战略。说白了就是要拉拢俄罗斯来孤立中国。俄罗斯为了恢复经济急需解除制裁，特朗普的和平方案抛出这个橄榄枝，你赌普京他会不会动心？虽然普京跟中国很铁，虽然中俄结盟是深层次的战略需求，但是不要忘记，美国它并不需要真的挑拨离间搞到中美反目成仇的地步，它只要俄罗斯袖手旁观，让中国会担心北极熊调转枪口，只要中俄之间产生这种猜疑，让中国感觉到北部漫长的边境线将不再安全，只要达到这种程度，美国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我们再看看舆论场，这1-2年以来，西方媒体的这个头条都是普京。中国虽然挨骂，但毕竟不是主角。一旦战争结束，西方庞大的舆论机器将会瞬间腾出手来，从新疆到南海，从贸易到人权，所有的火力将会集中轰炸中国威胁论。而这个也会让美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在亚太拉起小北约，整合日韩菲澳，编织一张更加紧密的包围网。特朗普他一直在推动俄乌谈判，一旦和平协议最终真的谈成了、签字了，那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意味着美国即将从欧洲的泥潭当中拔出腿来。虽然在公开场合，中国的外交官总是痛心疾首的呼吁和平，但是我敢断言，在北京的战略推演室里面，大家对于一个过早到来的停战是心存戒备的。对于中国而言，一个低烈度可控的持久战远比一个骤然到来的和平来得更安全。正如一位敏锐的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战争还在继续，中国就还有时间能够积攒更多的筹码。这个听起来非常的冷血，但这也正是大国博弈当中最真实的底层逻辑。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拼图终于完整了，让我们为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表现算一笔总账。
这场战争打了3年多，中国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这是一个关于面子跟里子的故事。首先我们先看看里子，中国其实是赚到了，而且是大赚。第一个是战略捆绑，现在的俄罗斯由于被西方切断了退路，在经济上、外交上对于中国的依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普京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变成了中国的能源后勤部长，这个不仅仅是解除了中国北方的安全威胁，还让中国以极低的价格锁定了长期的石油天然气的供应，每一年光是省下来买油的钱就是几十亿美金。而与印度的投机倒把不同的是，中俄之间的贸易在2025年发生了质变，这个不是简单的我买你的石油，你买我的衬衫，这是一场关于生存的互补。中俄的贸易额稳稳地站在了2450亿美金的这个高位，构建了一个具备战争韧性的内循环的堡垒。第二个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前的话，中国想要推行人民币的结算是向全世界各个国家求爷爷告奶奶，非常难推行。但是现在一场战争让俄罗斯主动的把人民币奉为座上宾，超过 90% 的中俄能源交易换成了以人民币结算，这在一定程度上撕开了美元霸权的一道口子。而为了防止像印度这样被美元体系卡脖子，中俄在金融的基础设施上走得更远。我们看到了金砖支付系统的一个实质性的落地，这样一套系统已经在南非试点成功，并且迅速的扩展到了新加入的伊朗跟阿联酋。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 App 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金融要塞。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窗口。美国被牵制在欧洲多一天，中国就有多一天的时间来强化经济内循环，来升级高科技产业，为未来可能到来的这个惊涛骇浪来修筑堤坝。中国现在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跌到了7005亿美金以下，虽然没有发生传说当中的清仓式的抛售，但这个下降的趋势不可逆。中国正在把钱换成黄金，换成实物的资源，为可能到来的极端情况做准备。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放军正在成为俄乌这场战争当中最认真的学生。对于几十年没有打过大仗的 PRA 来说，乌克兰战场是一个无价的实验室。解放军被战场的一个现象深深的震撼了，那就是消耗战的回归。俄军在高峰时期每天要打掉5万到7万发大口径的炮弹，而北约的产能呢，即便是美国跟欧洲加起来战前1年的产量还不够俄罗斯打3个月的，这个给中国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未来的大国战争拼的不仅仅是导弹有多先进，更是拼谁的工厂能够日夜不休造出1000万吨的弹药。还有无人机的革命，几百美刀的淘宝同款无人机挂个手雷就能够摧毁几百万美金的主战坦克，这个高达1比1万的费效比彻底颠覆了解放军的认知。你现在看央视的军事报道，解放军正在疯狂的演练反无人机蜂群战术，正在加速部署自己的低轨卫星网络。还有马斯克的星链技术也让解放军夜不能寐。在马里乌波尔的地下室里面，乌克兰守军在地面基站全部摧毁的情况底下，依然能够通过星链与基辅保持视频对话。这个对于解放军的信息制胜理论构成了毁灭性的挑战。解放军的战术是在第一波的攻击当中炸毁台湾的雷达站跟海底的光缆，让台湾变成是聋子跟瞎子。但是现在就必须开始演练无人机组网屏蔽低轨道卫星。而在93阅兵仪式上，我们看到的出现的各种新式的装备，很多都是解放军在观察跟思考之后提交的针对台海的作业和答案。但是在面子这个层面上，中国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痛的。中国试图要维持一个中立的形象，但是在西方眼中这个形象已经破产了。在欧洲人看来，虽然你没有直接开枪，但是作为侵略者最大的贸易伙伴，你的道义形象已经受损。但在另外一个外交舞台上，中国极其聪明地抓住了全球南方的情绪，因为这些国家说实话，他们根本不关心顿巴斯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战争导致的粮价飞涨、化肥短缺跟能源通胀。他们受够了西方动不动就制裁的双标跟伪善。
中国与巴西发布了一个6点共识，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因为它避谈什么领土完整，它只谈冻结战线。在客观上，这个声明也就意味着承认俄罗斯对于占领区的控制。但是这个方案在全球南方其实极其有市场，因为中国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在联合国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外交防火墙。2025年1月，金砖国家体系它一口气接纳了13个伙伴国，我们听听这些名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这些都是东盟的核心国家，还有土耳其，这个是北约成员国。这就意味着什么？在联合国的投票箱里面，西方不能够像以往那样一呼百应了。但在俄罗斯的内部，我们也看到弥漫着一股深刻的焦虑、附庸化。西方的车企撤离之后，中国的汽车在1年之内就横扫了俄罗斯 60% 的市场。但是俄罗斯人他们买得开心吗？不开心。在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充满了愤怒的吐槽，因为俄罗斯的出租车司机发视频大骂这辆中国车才开了2年，底盘就锈穿了，电子屏幕一到零下20度就死机。有一位俄罗斯美女坐在男朋友买的中国电动超跑里面大发雷霆，她非要自己的男朋友把车退掉，换一辆保时捷。而更让俄罗斯人愤怒的是价格，同样的奇瑞或者是哈弗，在俄罗斯的售价是中国国内的2到3倍。在俄罗斯的精英阶层，这样一种痛感更深。俄罗斯的将军现在主要依靠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来指挥作战，俄罗斯的银行家要学习如何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一位俄罗斯的战略家在私下的场合悲叹道：我们正在失去文明的独立性，我们正在被格式化为中国的标准。这个不仅仅只是消费降级而已，这个是曾经的超级大国在心理上要被迫接受中国从属国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心理转变的过程。但是愤怒归愤怒，最悲哀的是俄罗斯人发现他们别无选择。普京切断了通往欧洲的桥梁，那现在通往北京的路是俄罗斯人唯一的生路。这样一种被迫的拥抱，让中俄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外热内冷的诡异的状态。高层在握手，底层在痛骂，而精英在叹息。在俄乌战争这样一场惊涛骇浪当中，中国并不是拥有什么上帝视角的旁观者，也不是什么大发慈悲的救世主。中国它就是一个在悬崖的钢丝上行走的精算师。北京所做的所有这一切，那些看似矛盾的外交声明，那些在深夜里面穿梭边境的石油列车，那些在演习场上模仿战场的无人机蜂群，归根到底都不是为了帮俄罗斯，也不是为了救乌克兰。中国是在为自己，为那个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在积攒筹码。所有的隐忍，所有的算计，所有的平衡，都是在为未来这场可能会发生在太平洋西岸的终极博弈多一份胜算。俄乌战争给全世界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是全球化已死，取而代之的是阵营化的生存游戏。在这个新的秩序里面，印度因为贪婪跟投机被美元体系收割，而中俄通过实体工业的互补跟金融防火墙的建设，构建了一个具备战争韧性的内循环的堡垒。对于北京来说，这个战争的最好的结局从来都不是俄罗斯赢，也不是乌克兰赢，而是中国赢。赢得时间，赢得空间，赢得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权利。中国必须要利用这个非常短暂的窗口期，在金融上修好防波堤，在军事上磨快猎枪，在外交上结好盟友。因为当欧洲的这个硝烟散去的时候，太平洋上的风暴才刚刚开始酝酿。真正的终局或许并不在第聂伯河的这个岸边，而是在未来某一天，在那个需要独自面对风暴的时刻。这个不仅仅是在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身处在这个时代的人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地缘政治不是远在天边的谈资，它是我们餐桌上的物价，是我们账户里的资产，是我们头顶的未来。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如果你喜欢这样一种拨开迷雾看清本质的硬核地缘政治的分析，
请一定要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继续为您拆解这个动荡世界的底层逻辑。谢谢大家。